我去锦州的路上路过花州府，见到了二叔和二婶，他们都快担心坏了，我就抓了花蕊一路找了过来。还好你没事，是不是盛云珠？泱泱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是怎么猜到的？你都不知道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整个人都被吓傻了。他跟完全变了个人一样，一点都没有从前的影子了。这里安全吗？我有好多事情跟你说，也得问你是怎么回事。一时半会儿倒是无碍，但是我要长时间不出去，肯定会被人注意到。泱泱，要不然你找个地方等我，等到晚上就没人了，我再偷偷去找你。是大殿下的人吗？盛云珠跟殿下说，我跟你关系好，大殿下就想拿我把你或者是太子殿下给调出来，这才没有要了我的命。他们好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顺道把我丢到了这里，说是让我自生自灭。但我还是观察到有人在暗中跟踪我，应该是大殿下的人，想要拿我当诱饵。从现在开始别动，我带你出去。盛云娇瞪大眼睛，虽然很疑惑，但是很快又镇定下来。他相信泱泱。陆泱泱用清水打湿了帕子，给盛云娇擦干净了脸，然后从包里拿出美颜膏，快速地给盛云娇化了个妆。盛云娇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这里走出去，也没什么人能认出来。泱泱，还是你厉害！我想了几百种逃跑方式，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办到了。我刚刚租房子是以一个伙计亲戚的名义，一时半会儿他肯定查不到这儿。这里不是京城，更不是大殿下的势力范围。大殿下再怎么手眼通天，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找到他们。你一个人被他们监视着，还是保命要紧。幸亏你没有乱跑，不然我也找不到你。说的也是，盛姑娘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为了一己之私害你，如今能见到你，我心愿已了，往后要杀要剐，我都听姑娘处置。盛云娇看着跪下的花蕊，微愣了下，眉心也随之轻蹙了下，转头用眼神询问陆泱泱。陆泱泱告诉了他花蕊跟雪烟的关系，以及花蕊会这么做的原因。好像路上隐约有听他们提起过，原来是这样。你起来吧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流落到这里，所以我也不大可能原谅你。但真正想要绑架我的也不是你，无论有没有你的帮助，他们也都会想法子把我绑走。好在你还有一点良心未泯，肯带着泱泱来找我，我也不会对你要打要杀的。所以咱们俩的恩怨就到这儿好了，反正现在有泱泱在，你要是对我不怀好意，你就完蛋了。对不起。花蕊至此才明白，原来信任才是底气，而她们姐妹之间的信任也早在分开以后就已经破碎了。这是多讽刺的报应。你既然已经来了月川国，早晚会见到雪烟，你想要的答案自己去找。花蕊轻轻的点头，无论如何都没有勇气抬头看他们。你有听到颜月什么消息吗？我跟着他们从密林走，他们虽然防备着我，但是因为带的人不多，且多半都是为了保护他们死在了路上，所以我偶尔能听到一些，说是颜月被引进霍阴山之后中了他们的埋伏，但是颜月逃走了，他们没有找到人。什么？这个消息可靠吗？我不能确定。其实我开始听到颜月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也怀疑盛云珠抓我是不是为了威胁颜月，毕竟只有他知道我们几个关系好，他会做出这种事情也不奇怪。但他被你毁容了之后，被二哥送到郑国公府，他从雪烟那里拿到了苗疆的疗伤药，脸虽然没有完全治好，但也好了大半。郑国公一家子从根上就是烂的，一家子人就没有一个正常的。盛世觉得盛云珠是个灾星，当初给他的药也没有用，对他非打即骂。而盛云珠觉得是因为盛世太蠢，才会把事情办砸。
两个人刚进门就掐了起来。盛云珠一不做二不休，爬上了郑国公世子的床，公然和盛世打起了擂台。盛世为了报复他，更是肮脏恶心的事情做了个彻底。后来盛云珠怀孕，郑国公府里竟是冒出了好几个爹，直接气死了老国公。这件事情也在京城传开。大伯父大概是觉得脸上太难看，说盛家没有这个女儿，也没有盛世这个姑奶奶，直接将他们给除了族。总之这件事情闹得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。老国公死了之后，本来该世子承爵，但家里又因为财产闹了起来，打得不可开交。盛云珠怀孕了4、5个月，孩子掉了，脸又被盛世带人给毁了个彻底。他放了一把火，将盛世烧了个半身不遂之后，把人拖出来丢到了府里，让所有人都看着。这件事情闹得更大，陛下觉得太丢人，直接下令夺了郑国公府的爵位。这下好了，谁也不用争了。整个府上彻底乱了。盛云珠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跑的。我现在想到我见到盛云珠的模样时，还觉得浑身鸡皮疙瘩。她一张脸全是乱七八糟的疤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。是大殿下说到了月川国之后可以给她治脸，她才能偶尔安静一会儿。我这一路上都是躲着她的，我就怕她突然发疯，连累我的小命。陆泱泱怎么都没想到，他离开京城之后，盛云珠竟然会过得如此离谱。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？有一些是我跟从前京城的小姐妹通信知道的，还有一些是盛云珠发疯的时候自己跟我说的。总之七七八八吧。所以就盛云珠现在这个模样，她虽然可能跟大殿下说了我跟颜月关系好，但我觉得她非要掳走我，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把你给调出来，跟颜月的关系不大。亏我走之前还想法子留了口信，指望颜月来救我呢，也不知道她现在人在哪儿，到底怎么样了。若是颜月真的落到大殿下手里，不一定是坏事，可若没有的话，也未必是好事了。镜湖在霍阴山跟密林的交界处，那个地方更诡异难测。颜月在霍阴山失踪，陆泱泱没有办法不担心她的安危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我在豫州的时候遇到一位道长，我让他帮忙给颜月卜了一卦。他说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一线生机，颜月福大命大，肯定会逢凶化吉的。你什么时候也相信起这个了？就是概率嘛，求个心安。你说的对，求个心安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对了，那你到这里之后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？你怎么会跑到饭馆去说书啊？这个嘛，我跟爹娘去了花州城之后，好玩倒是挺好玩的，就是太无聊了，画本子都快被我翻烂了，反正是找不到事情做，我就干脆自己琢磨着去写画本子，免不了经常跑出去找人打听什么好玩的事情，久而久之的跟茶馆说书的就混熟了，也学了一点皮毛。陆泱泱无语，这确实是盛云娇能干出来的事情。毕竟当初他为了吃瓜都能专门整个小本子记录人物关系网。到了月川国之后，我们很快就来了圣都。那个带路的苗疆大祭司人倒是挺好的，这一路上也多亏了他照顾我。盛云珠几次发疯想对我下手，都被大祭司给化解了。盛云珠要求着他给他治病，所以也不敢太放肆。后来他们决定把我丢在这里，大祭司应该也暗中帮了忙，还偷偷给了我一些能解蛊毒的药丸。我知道他大概是路上也听到了点什么，也希望我能作为诱饵，能调出来一些有用的人，或许能帮得上忙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好在是帮了我，让我暂时跟他们分开了。于是我就这么被丢到了圣都，身无分文，还要面对着那些人奇怪的眼光。我饿得两眼发昏，就进了一家饭馆，看想着能不能打个杂，好歹也能混口饭吃。
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饭馆老板答应让我留下。也是赶巧了，因着快要祭神大典，月川国的国民，甚至还有更远地方的部落，都是朝着圣都来的。所以这段时间，圣都的店铺，什么饭馆客栈都在拼命的抢客人。据说他们在圣都不能随意用蛊食伤人，否则就会受到蛊神的惩罚。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竞争，竟然连点手段都没有。我一看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我就向老板毛遂自荐，说我会说书，肯定能帮他吸引客人。老板起初不信，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，还是答应了让我试一试。就这样，饭馆加设了一个说书的地方，生意果然超过了对价。老板一高兴就同意我留下来，还给了我一间房住。我知道大殿下的人一直在暗中观察我，所以我每天就正常上工下工，然后跟客人聊聊八卦。他们见我基本上不怎么出去，就算出去也跟着人，所以一直以来也没有别的动作。你是怎么猜出来是盛云珠把我带走的？我从你留下的信上看到颜月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，一开始以为是大殿下把你抓走，是为了威胁颜月。但是大殿下这个人心思深沉，不会做无用的事情。且别说他不知道你跟颜月的关系，就算知道了，用你来威胁颜月，这做法也太拙劣。所以他大费周章的抓了你，实在是有些说不通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是什么让大殿下甘愿冒着自找麻烦的风险来抓你呢？这中间必然是有人在捣鬼。联系到之前在京中的几件事情，几次三番都少不了盛云珠的影子。如果是盛云珠做的，就一点都不奇怪了。只有他会用这种恶毒又粗暴的手段。然后我第一时间就让人去打听了盛云珠的下落，只是时间紧迫，我也来不及等结果，就急匆匆带着花蕊先去了苗疆。原来是这样，还好你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根据这段时间我打听到的消息，他们是冲着那个什么长生谷去的。但是那个东西应该是在王宫，跟月川王有关。但是月川王常年闭宫不出，且王宫据说层层危机，连只蚂蚁都闯不进去，任何关系都见不到月川王。唯一的机会，说是几日后的祭神大典。听说是月川王一生都没有子嗣，如今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，所以会在这一届的祭神大典上选出继任的人。陆泱泱突然开始打量起盛云娇来，盛云娇被他看得浑身发毛。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有话直说。娇娇，现在把你这段时间打听到的有关于月川王的消息，所有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。月川国虽然是一个国家，但是人口总数还没有我们一个州府多，估摸着总共也就2-3万人。除了最大的圣都之外，其余都是一些村庄和小部落，所以简单来说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的州府。那月川国人人都会蛊术，是真的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听那些食客提起过，说月川国的蛊术最重要的是血脉的传承，但月川国几万人，血脉传承早已稀薄，也常有跟偏远部落，甚至更远的西边还有南边的小国家通婚的，是以贩卖药草去南边的那些小国家为生的，并不是什么蛊术。那我们苗疆每隔3年送到月川国来通婚的天赋最好的圣女，他们都去了哪里啊？关于这个，我在路上跟大祭司聊天的时候有听他提过一些，后来我又找人打听了，其实不只是苗疆的圣女，是整个月川国，只要是修习蛊术的部落，天赋最好的女子都会被送来圣都，嫁给月川国的贵族，这样才有机会生下血脉更靠近的人。你若是为了这个来的，你还是放弃吧。我听说那些女子被送来圣都之后，就会进入王城，终其一生都不会再出来。你说什么？盛云娇从怀里摸出了一张帕子，帕子上竟然是用绣线描绘出了整个圣都的模样。
我闲时无聊，又不敢乱写东西，但我针线也不太好，所以就随便绣了绣。即便是丢了，一般人也看不出来我这是什么东西。圣都很大，几乎容纳了月川国将近一半的子民。无论是月川国的子民，还是其他地方的人，都可以来圣都朝圣。每年的3、4月份，万物复苏，就是他们朝圣的季节。所以除了民族特色之外，圣都看上去跟大昭的府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真正有区别的地方是王城。据说最早王城还并不是王城，只是王宫附近的贵族居住的地方。后来为了保证月川国贵族的血脉，他们就在那里筑建了城墙，圈出了王城。那些天赋好的女子会进入王城之中，给那些贵族挑选。王城的长老会测试他们的天赋，然后根据天赋来分配他们未来的夫婿。然后他们从此的任务就是生孩子，来延续月川王室的血脉。究竟有没有研究更深的古术，谁也不知道。王城那个地方就已经很神秘了，除了成年的男子，很少见有人离开过王城。我来这儿这么久，总共就见过1次王城的贵族出行，全都抬着白色的轿子或者马车，遮挡得严严实实的，什么也看不到。而他们一出现，所有子民都要跪下迎接，若是不跪，就是对古神的不敬。我在人群中跪了大白天，跪得膝盖疼，连他们什么样都没见过，就看见一片白，就跟出殡。盛云娇声音弱下来，摸了摸鼻子。他一是为了凑热闹，二是好奇大殿下他们要找的什么长生骨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结果白跪了半天，连根头发丝儿都没有看到。这就是我们信奉的古神吗？那要是一直生不出来天赋好的怎么办？据我所知，爹妈天赋都好的还有可能生出个棒槌呢。他们这是玩什么抽象呢？都有点像我娘给我讲的西方吸血鬼了。怎么说？就是我娘以前给我带回来的西方故事手札，然后里面有提到什么吸血鬼王爵什么的，我就去问我娘是什么意思，我娘就给我讲了吸血鬼的故事。时间长了我都记不清了，但是大概记得是说吸血鬼是一种以鲜血为食物的鬼怪，拥有很强大的力量，可以长生不老，容颜永驻。但是这个力量呢，主要靠的是血脉的纯净。比如说一个纯种的吸血鬼，只要咬了一个普通人，就能够用血将其改变成吸血鬼。但是这个被改变来的吸血鬼，因为掺杂了人类的血液，就只能是最低等的吸血鬼。而最高等的吸血鬼就是初代的吸血鬼，也就是所谓的吸血鬼的王爵。最厉害的好像叫什么亲王。王族为了保持血脉的纯净，就不跟外人通婚，只在他们家族内繁衍后代。反正他们只要想就能有很多的仆人，所以并不缺力量和追随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别说是什么表兄妹了，他们亲兄妹、姑侄什么的都可以通婚，就是为了诞下绝对纯净的血脉。不过我娘告诉我，这只是那些人根据他们一些种族的陋习瞎编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吸血鬼。近亲结婚只会大概率生出来有问题的孩子。怕他们真信，文青青说完以后，飞快地补充了一句。陆泱泱捏着下巴，盯着文青青看了片刻，目光又转向了黎13。没有，我们苗疆虽然也极少跟外族通婚，但我们苗疆13个寨子，不会有这种事情的。倒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大家族里还分支呢。他们王族贵族们不够用了，开始找外人。那月川王找什么人？听说这一任的月川王是位女子，一生都没有诞下子嗣。女子？那几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盛云娇。那他没有王夫，月川王一生都没有成婚。但是就据我猜测，月川王氏应该没少逼着他生孩子。我听人说，就是前些年，甚至是到现在，依然
依然还会有人梦想能成为月川王的王夫，说什么若是顺利诞下子嗣，就有可能留在宫中。不过这些都是传言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王城没少给月川王选夫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月川王也挺可怜的，哪怕是贵为一国之主，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，永远被困在那座王城之中。要是我，谁敢这么逼我的话，我就拉着他们一起死，都别活了。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吧。都弄死了，有个屁的苦衷。泱泱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来都来了，颜月还没有找到呢。我要是不给大殿下和申云珠找点不痛快，我这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。对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可我们就这几个人，虽然大殿下带的人也不多，但我怀疑他还有后招。他带了多少人过来？最开始进密林的时候，估计有不少人，但那会儿我也没功夫数，只知道到了月川国的时候，死的就剩下100来10人吧。但我隐约好像是听见他们说，苗疆必然是他们囊中之物，他们有的是退路。大殿下非常谨慎，很多时候说话都是逼着我跟大祭司的，但是他的那些属下偶尔会有不谨慎的时候，我才零碎的听到了一些，只是我也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。他们该不会是打算找机会对苗疆动手吧？他们是冲着严景去的，找准时机，只要派人威胁李寨主，李寨主就不得不妥协。且只要收买了附近官员，别让消息传到锦州去，这件事儿就能做得粗暴且有效。因为就算锦州听到了风声，派人查探需要时间，这个时间足够他们将苗疆握在手里了。那怎么办？我祖父他们……临走之前，我将我的印信给了李寨主，关键时刻也许能派上用场。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一旦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即便是去锦州搬救兵也来不及。但愿李寨主能在他们动手之间说动族人将严景上交，这样一旦朝廷接受此事，官兵进来，大殿下的人就没有办法了。谁快谁慢得看天意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现在担心也没有用啊，就算你现在回去也帮不上忙。我相信以李寨主的魄力，一定能及时的做出判断。陆姑娘说的对，13哥，我们现在想这些也帮不上忙，不如想一想接下来我们能做什么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只有解决了大殿下，才能解开苗疆的危机，否则的话，早晚一场恶战难免。到时候夹在中间受累的还是苗疆的百姓。陆泱泱现在隐约有些明白了大殿下的用意了。以他搅风搅雨的性子，他从来不在乎事情究竟会闹得多大，而是担心事情闹不大。闹大了，他才能从中获利，这也才能动摇西南的根本。这恐怕也是皇帝希望看到的结果。泱泱，大殿下这边……大殿下不是想要用你来把我或是阿雀给调出来吗？那就如他所愿。现在你在他眼皮子底下消失，他肯定以为是我们有人出现了，然后去查。我们就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假消息出去，先给他找点事儿做。我觉得大殿下的目的不只是苗疆，他很有可能真正的目标是月川国。他想要得到长生谷，最简单的法子就是直接攻打月川国。只要摸清楚了月川国的路线，想要攻打月川国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可是他不是只是想要得到长生谷吗？为何要这么做？月川国的百姓也是无辜的呀。从刚刚娇娇说的王城的情况来看，你觉得就凭大殿下那些人能够拿下长生谷吗？花蕊下意识地摇头。所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大殿下的目的真的是攻打月川国的话，我们必须得想法子阻止这件事，否则到时候谁都救不了苗疆。以苗疆跟月川国的牵连，一旦攻打月川国，
任凭苗疆再献上什么严谨，都无济于事。那怎么办？如今圣都的情况，想要打听王城的消息没那么容易。大殿下肯定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。你是说祭神大典？对，祭神大典是最好的机会。到时候只要月川王现身，无论长生谷是不是真的，大殿下都会让它变成真的。如此一来，接下来根本不需要他再做什么，这件事就成了一半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祭神大典上阻止他。我们要怎么做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去见到月川王，只要他有所防范，大殿下没那么容易得逞。但是我们谁都见不到月川王，不过我们可以利用前来参加祭神大典的百姓。大家既然是为了祭神而来，祭的还是谷神，那就让谷神现世，让长生谷成为谣言。你们说，信奉谷神的百姓是会相信谷神，还是会相信谷神分身的长生谷呢？自然是相信谷神。没错，让真正的谷神降临，自然就不会有什么长生谷了。可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谷神长什么样，怎么让谷神降临？我有办法，但是需要阿娇配合。月灵，你能办得到吗？当然啦，我与阿娇一起长大，心意相通，她最听我的话了。那就没问题了，看我的吧。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保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要打听一下王城的消息。如果能把消息传到月川王的耳朵里，那就最好了。我有办法。几个人疑惑地看向他。我可是苗疆最有天赋的圣女，我若要进王城，谁会拦我？不行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们刚刚才说过，我们送圣女进王城是为了延续血脉。你才几岁啊？你这简直是乱来。就是啊，你才几岁啊，怎么能让你去呢？就算真的要去，那也是我去，我好歹也有个小医仙的称号，正好能够见识一下真正厉害的蛊术是什么样的。我还是对血脉的说法感到很好奇啊。那你冒充苗疆圣女，怕是连王城都进不去就被拆穿了。好歹我是真的，不是冒充的。你是真的有什么用啊？停，你们别吵了。你们的想法都没错，但是我们的安全最重要。我们总共就这么几个人，先商量好再说。你怎么想的？我没有乱来，我是认真的。正是因为我年纪小才更好办事啊。他们一定不会舍得杀了我，又不会放我走，那就只能先把我留下来啊。到时候我不就有机会见到月川王了吗？就算见不到，我也能光明正大的进王城，说不定还能替你们打探消息呢。我的身份就是最好的幌子。还有，除了大祭司，没有人认识我。就算那个什么大殿下他们也混进了王城，我也能瞒过他们的视线。这倒是。我就说我才不是乱来呢。但你一个人才安全啊，人越多越麻烦。月灵说的有道理，去王城人越多越麻烦。但是话虽然这么说，变故还是无处不在，你还是要注意安全。我知道你是为了苗疆，但我们得先活着才能想办法，不然莫名其妙遭了算计，缺了你，我们的计划一样完不成。我知道了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去找我姐姐，我绝对不是想要把你们的消息告诉她，我只是，你慢慢说，我们没有怀疑你。我去找她，她可能不会完全相信我，但是总归我们还是姐妹，她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杀了我的。这样我跟着他们，就算不知道他们的目的，可陆姑娘这样聪明，想必也能从他们的行动中有所收获，总比我们如今没有一点消息要好。况且他们也一定不会想到我是跟你们一起来的。我也想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情，不然我心中难安。好，谢谢，我会尽我所能帮忙打探消息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我就不听了。说完他就起身离开了房间。
真的相信他呀？我相不相信他不重要，如果不让他去，他也只会心中难安。有些答案总要自己去问清楚。他就算真的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给了大殿下，大殿下现在也拿我们没有办法，一样都在暗处。只要我们沉得住气，糟心的就是他。我把娇娇带走，就够他踩上一阵了。现在再冒出来个花蕊，指不定他怎么疑神疑鬼呢。洋洋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有腹黑属性呢？那现在你们3个都有事情做了，我们呢？陆姑娘，只要我能做的事情，义不容辞。还有我，急什么？当然是干我们的老本行了。快说快说！这几日为了祭神大典，月川国所有的人都在赶往圣都。这么多人赶路，肯定有人生病吧？我们呢，就去支个摊子，给人看病。有娇娇在，没有什么消息是打听不到的。但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编故事。编故事？怎么编啊？我们现在若是出去说古神如何如何，大家肯定不会相信。但是如果我们编个能够口口流传的故事，说只要诚心祈祷，古神一定会降临。古神是什么什么样的？你们说他们会如何？所以你是打算利用流言，先让大家相信在祭神大典上，古神一定会降临。到时候只要再稍稍做事，大家就会深信不疑，对吗？对，大殿下要证明长生谷的存在，肯定不能他说了算。要是大部分人说长生谷存在才会可信，所以他的手段无非是2个法子：一是跟我们一样，先散播流言糊弄百姓，那我们就玩个更大的，自然能压住他；二是用月川王室来证明。同理，就算他能说动月川王室，但是能打败百姓们的坚信不疑吗？只要利用好了月川百姓对古神的信仰，无论大殿下有什么目的、什么计划，他都让他无法实现。第二天一早，几个人便收拾好分头行动，但此时猝不及防的一大捧花忽然就砸到了盛云娇的身上。大家快跑啊！这是迷情花的花粉，最招蓝精风的喜欢，闻着味儿就要过来了，这也太缺德了！这个怎么解？只要有味道就会一直追着，去水里待着，花粉遇水会溶解，溶解完了就没事了。要快跑了，蓝精风毒的要命，最喜欢遮脸，内毒入了脸，脸可就毁了。陆洋洋也来不及想太多，只来得及冲着黎13喊了一句：跟上人花的人。陆洋洋拽着盛云娇跑出了人群，都不用回头就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嗡嗡声。洋洋，你别管我了，我没事的。别说话，快到了。身后密密麻麻的一层蓝精风飞在了半空，陆洋洋隐隐都能看见浮动的蓝光。盛云娇猝不及防地被陆洋洋直接给一脚踹进了湖里，身体早在刚刚狂奔的时候就已经耗尽了力气，下意识地朝着水底沉了下去。终于在他快要彻底窒息的时候，那道影子终于到了他跟前，堵住了他的唇。是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不是，我不是死了吗？还是我在做梦啊？我瞎了？奇猛了！我怎么看见你们了？盛云娇抓起他的胳膊，就在上面咬了一口。盛小四，你属狗的呀？现在不做梦了吗？真是你们呢？为什么呀？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就远远看有个人被一脚踹湖里了，这我都看见了，我能不管吗？我就下水去救人了呀。结果颜月是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瞎了。他这路见不平下水救个人，怎么会把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盛云娇给救上来？这踹的人还是陆洋洋。说来巧了，我们会出现在这里还是因为你。我？所以你们是知道我在霍阴山失踪以后特地跑来找我的？一半一半吧，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。
你没事就好。我福大命大，老天爷哪有那么容易收我啊？不过，泱泱会来找我不奇怪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严小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圣女家饶命啊！哼，这还差不多。你们两个怎么还是这么幼稚啊？是他幼稚。盛小四，你……陆泱泱只感觉比耳边飞了几百只蜜蜂还要嗡嗡。他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天空，该不会是方才的蓝金风还没跑光吧？停！我都要饿死了，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边吃边聊啊？你出现在这里是不是还有任务在身？这么跟我们走了没问题吗？没事，但我也不能远走，我还得盯着古神庙。这事儿说来话长了。那正好，我们也在古神庙那边。陆泱泱有无数个问题要问，但是还是先将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简单的跟颜月说了一下。盛云珠也太变态了吧，竟然让他从京城跑了回来，他竟然还跟大殿下搅和在一起，这也……颜月一时间形容不出来，就是既意外又好像没什么可意外的，这确实都是他们能干出来的事情。盛小四，对不住，连累你了。盛云娇抬脚就在他脚背上猛踩了一下。哎，你干嘛呢？看你脑子进水，让你清醒下。我打小就跟盛云珠不对付，但凡有机会让他逮着，他不踩我两脚他都睡不着觉。我着了他的道是因为我没有他那么阴损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娇娇说的对，就盛云珠那个小心眼，但凡让他逮到机会，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你还能指望他发什么善心不牵连无辜不成？对不起，我……你可闭嘴吧！颜月只得不好意思的住了嘴。他只是心疼他们两个姑娘家，明明该是他保护他们的，却反过来让他们来找他。你呢？你不是在霍阴山失踪了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之所以会在霍阴山失踪，是有人劫持了一个村子的百姓进霍阴山，连老人小孩都没放过。为了救那些百姓，我们也不得已，明知道是圈套也只能跟进去。好在那个地方是真的邪门，虽然损失了不少人，但也总算是救下了一部分人。我也因此受了重伤，差点没命了。好在表哥的人去得及时，找到了我这才捡回一条小命的。无耻！颜月现在想起这件事，整个人还是觉得浑身发冷。那个村子将近200口人，10岁以下的孩子有20-30个，有几个还是尚在襁褓中的婴儿。为了勾引他们进山，他们把婴儿直接丢给野狼啃食。颜月，我没事，就是想起来当时的画面，还是有些难以接受。所以殿下他是不是也在月川国？表哥察觉到不对之后，怀疑大殿下是冲着月川国来的。我们花了点时间找到了月川国，但是想进入月川国的王宫有点难，我也不知道他是用了什么法子。大概也就前2日，他才顺利的进了王城，去了王宫。哎呀，但凡我们早2天遇到，估计就能撞上了。我们才刚到圣都，即便是早2日，也没那么容易碰上。说话间，正好看到黎13和文青青找他们的身影。青青，黎大哥，这里。泱泱，娇娇，你们没事吧？哎，你不是那个胆小鬼？你连他都见过啊？你那个女鬼！快展开说说，颜小月是怎么把小仙女认成女鬼的？就是先前我在山里采药的时候，晚上遇见背尸的路过，他们几个正好在巡逻，几个人吓得在坟地里抱头痛哭。哎，有2个还倒霉的沾上了一种霉菌，身上起了一块一块的斑，哭爹喊娘的说自己是中了尸毒，肯定是要死了。我被他们吵得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出来帮他们解了毒。然后深更半夜的，他们就坚定地认为我肯定是什么女鬼，所以才会解尸毒，还问我的坟在哪儿，
改天给我多烧点纸，气得我呀就吓唬他们。我说我这种女鬼啊，专门吃负心汉，叫他们一辈子都别成亲，不然我就在梦里吃了他们。那他喊得最大声，说他万一要是有心上人了可怎么办？文青青说完，颜月那张脸一瞬间憋得通红。西南多林地，很多魔鬼有毒，若不小心沾染或者是误食，确实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，很是危险。他们若不是本地乡民的话，想来是不太了解的。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么好笑。叶小月，你真的是好有出息呀！你的心上人。喂，别说了，别笑了。好了，不笑了，快走吧。再笑下去，旁人要以为我们发癔症了。抓到扔花的人了吗？抓是抓到了，但是那人也只是受人指使，还是个外族人。说了半天也没说出对方长什么样，有什么目的，就是单纯收了东西来做这个事情。他们是部落一起来的，人多势众，我只能把人给放了回去。想来要么是大殿下的人怀疑娇娇的身份前来试探，要么就是觉得我们这样做有点引人注目，故意捣乱呢。对方不正面出现，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抓到人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明日还出探吗？出。对方今天已经试探过了，等于也暴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。双方都在暗处的情况下，短时间内对方不会再有所行动。今天娇娇已经把故事给讲出去了，口口相传，明日听故事的人会更多。只要我们潜移默化地坚持这几日，就会让大部分听过故事的人印象深刻，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你带了多少人来？有能挪出来的人吗？自然有啊，交给我让人守着圣小寺，你就放心吧。既然大家都没事，那我先去买些吃的过来，咱们今晚找个地方扎营，就不回去了。从古神庙再回去他们现在租住的地方需要不少时间，倒不如直接留在这里。等吃的差不多了，陆泱泱先将他们的想法和计划跟颜月说了。你们还真是想到一块去了。表哥也说大殿下是冲着调兵攻打月川国来的，长生谷只是个借口，无论有没有长生谷，大殿下都会设计陛下下令攻打月川国的。那他怎么说？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，只是让我守在古神庙附近，说等到祭神大典那天就会有结果了。想来是有什么疑问没有解开，必须得找月川王。难道是有什么关键点在月川王身上？可是月川王是那么容易见到的人吗？只要目的是一致的，那我们就还按照原计划行事。只要证明长生谷并不存在，就能给大殿下使绊子，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么多，尽全力即可。第二天，古神庙附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连带着陆泱泱和文青青他们摊上的生意都好了不少，也更加方便他们打探消息了。内殿上方纯黑色的靠椅上靠着一个满头银发的女子，只那张脸明若只是看了一眼便失态地跌跪在了地上。你干嘛呀？你可别碰瓷儿啊！我没动你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抱歉，请月川王见谅，是我失态了。不敢抬头看我，可是孤王长得像你什么人？请月川王恕罪。抬起头，让孤王看看。明若的身体微微僵硬了一瞬，缓慢地抬起头，对上了月川王的目光。然而也只是一眼，明若便慌乱地垂下了眸子。确实有几分像的。你能找到这里，想必是听说了什么。月川王氏父姓明月，孤王有一个哥哥叫明月启，你是他的后甥。是，他是我的外祖父。明若再次抬眸，
目光落在月川王的脸上，眼眶一瞬猩红，宗却告诉他，母亲其实是明靖王明启的女儿，被先皇收养，才成了大昭的公主。而明靖王明启原名明月启，出自西南异族。母亲因他被狗皇帝胁迫，与父亲相爱，却至死都不能相守。而他呢，他自幼被丢弃，被下毒，狗皇帝不让他死，却也不让他有一天的好日子可过。孤王长得像你母亲，是，竟是有这样的缘分。瞧你这般惊讶，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明若浑身僵硬，无法作答。既是一家人，那便不必外道了。你来月川，所谓何事？请月川王原谅我的失礼。我来月川，一是因身世而来，想找寻母亲的亲人；二是想要为月川王引荐一个人。原来如此，孤王知道了。晚些时候，孤王命人设宴为你接风洗尘，你将人带来便是。明若微愣了下，他没有想到事情能这么顺利，隐约觉得有些不对，只是此时他大脑一片混沌，难以思考。多谢月川王。你先回去吧，孤王还要同这个小丫头聊一聊。银月玲看着明若离开的背影蹙眉，合着搞了半天，这个明若竟然是月川王室的后人啊！他早说呀，那不就能把陆泱泱他们都带过来了吗？他竟然还藏着掖着，果然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小丫头，到孤王身边来。您跟我想象中的一点都不一样。哦，有何不一样？比我想象中的美丽漂亮，还平易近人。唉，可孤王确实已经很老了。你瞧，连他的后人都那般大了。那您一定是这世上最好看的老人啦。你是苗疆圣女，那你可知道你来了月川王城要做什么？我知道呀，要为月川王室延续血脉。那你愿意吗？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。我来月川国是为了寻求更厉害的蛊术，这是我身为苗疆圣女毕生的追求，我可以为此付出我的一切。但延续血脉听起来有点奇怪。我知道一直有传言说，要想学习蛊术，血脉才是最重要的，血脉的天赋超越一切。但我不觉得是这样，我并非月川王室血脉，我也可以很厉害啊！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和机遇，我会更厉害。如此是血脉能够决定的吗？月川王您觉得呢？月川王微笑看着他，却并没有回答他，而是轻轻地抬起手，动了动手指。一条全身覆盖着青黑色鳞片的巨蟒从黑色王座之后缓缓地探出头来。他很喜欢你。月川王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圣蛊吗？你觉得他是，他便是。可在孤王心中，他只是孤王的朋友、伙伴、家人，是孤王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明白了，你说的对。想要真正的驾驭蛊，不是血脉，也不是多玄秘的术法，而是你能够完完全全的接纳它，它便能够给予你最强大的力量。驯服是最低浅的蛊术。银月玲震惊地看着月川王，他原本以为月川王同他们猜测中那样，是认为血脉大于一切的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的通情达理，还耐心地教导他。日后你便留在孤王身边吧。真的吗？银月玲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却瞧见月川王的神色似乎是有些疲惫。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有些头疼。老毛病了，无碍。我认识一个大夫，特别厉害，不如让他来替您看看。是吗？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会针灸，非常有用。既如此，明日
孤王找人随你出宫一趟，请他进宫来看看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说完这些，月川王也没有放银月灵离开的意思，反而如同师长一般，开始同他讲起蛊术的一些秘法。王，接风晚宴已经准备好了。今日的功课好好做，明日孤王会亲自检查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师父。师父？您传授我蛊术，不就是我师父吗？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3拜。也罢，也算你我的缘分。孤王此生并未收过弟子，便收了你吧。谢谢师父。你是为了长生蛊来的？宗悫见过月川王。宗悫，大昭的皇太子，据说去年病逝了。不过想来倒也没有人敢冒充。皇太子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来问问月川王，为何要答应与我大哥宗客里应外讹，让他出兵月川？他答应了你什么？月川国地势崎岖，即便归顺大昭，短时间内与双方也并无益处。既如此，月川王为何执意要发动战争？可惜呀，太子殿下晚了一步。不过也无妨，孤王与谁合作都不重要。殿下若有兴趣的话，孤王也愿意配合。40年前，明靖王明启战死沙场，明靖王妃在他死后生下一女，难产而亡。其女明月之，被大昭先帝收养。明靖王在世之时，从小兵做起，执掌西南兵权，助先帝登基为帝，功不可没。明靖王战功赫赫，屡立奇功，可惜英年早逝。40年，真是很久了，久到孤王都已经不大记得了。兄长离开月川的时候，比这还要早上许多。唉，多久了呢？是50年，还是更远呢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不记得喽。殿下觉得孤王这酒可合口味？清冽温润，好酒。孤王此生虽从未离开过月川，倒也听说过不少殿下的事迹。可惜啊，相逢已迟暮，倒是有些遗憾，不能同殿下多饮几杯了。月川王若能改变主意，我倒是想要邀请月川王去大昭做客，看一看人间烟火。人间烟火倒是个令人向往的词儿啊。都说月川是人间仙境，不染尘埃。殿下见过月川的仙境，也见过人间的烟火。殿下觉得凡人何以窥视仙坛？怕是要让月川王失望了。我这一路走来，见识了自然的鬼斧天工，风景如画，倒确实不曾见过仙境。既是人间风景，何来不染尘埃？既是人间风景，何来不染尘埃？殿下，你的意思孤王明白了。不过区区一场战争，倒是叫殿下费心了。这月川王宫还有许多风景，殿下未曾见到，便多留几日。待祭神大典之时，殿下想要的答案，古神会亲自告诉殿下。那便多谢月川王款待。他答应了吗？没有。我总觉得很奇怪，月川王他太平静了，好像什么都不能掀起他的情绪。他对我是明靖王后人这一点一点都没有诧异。如果他根本就不在意的话，那我们怎么才能说服他改变主意？在明若到圣都之前，宗悫他们用了许多的法子打听消息，
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是慢了一步。宗克比他们更早一步见到了月川王，并且已经和月川王达成了协议，到祭神大典那日，月川王与宗克里应外合，这场战争根本就不可避免。两种可能，一是继承人已定，他虽然是月川王，但月川王室并非是他说了算，真正做主的是那些长老。月川国虽然是国家，但还是依照从前部族的规定，真正的权势还是掌握在长老们手中。所以你的出现对他而言改变不了任何事情。且明镜王离开月川国已经太久了，他们之间未必有什么感情，甚至可能有什么仇怨。二是他根本不在乎月川国，所以一场战争与他而言不痛不痒。只是他究竟想要什么呢？这才是宗悫现在解不开的谜题。若能知道月川王究竟想要什么，或许才能想法子阻止他。抱歉，没能帮得上忙，今日也是我失态了。公母离去之前便已做了决定，他也并不会想看到你自责。我知道，就是因为知道。明若咽下那抹苦涩，就是因为知道才会更自责。不对，那个小丫头，她不是对什么都不在意，她对那个小丫头很特别，就是我同你说过的，一同来月川的那个苗疆圣女月银铃。方才我去换衣服的时候，问了随行的婢女，说今天一下午那个小丫头都跟月川王待在一起。我下午问过工人，每年都有送到月川王各市的部族圣女，但从未受到过月川王的重视，更没有人能单独面见月川王。那个小丫头天赋极高，这一路我们顺利地走过来，穿过了密林，多亏了她。只是她对我有些防备，她怀疑我突然跟他们分开，有可能是跟宗克他们一伙的。苗疆的事导致他们非常痛恨宗克。苗疆圣女，她今年多大？12、13岁吧。听闻各部族送圣女进入月川王城是为了绵延子嗣，但她年纪尚小，还不到时候。且等一日，想必是泱泱猜到了什么，所以让那小丫头借苗疆圣女的名义进了王城。她应该是带了任务来的，我们如今在月川王宫与她碰面不方便。若明日泱泱无法入宫，我就出去找她。那月川王这边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若父皇当真执意要战，锦州军抵达镜湖即可。那你来月川国？宗克想以我上钩啊，巧了，我也没打算让他活着离开月川。第二天，果然如同陆泱泱所想的那样，前来圣云郊这里听故事的人更多了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告诉你一件大事，你一定不敢相信。出什么事了？明若，那个明若，他是月川王室的后人，就是月川王兄长的后人。那个月川王的兄长据说是他外祖父。月川王当时接见他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，他还说要引荐一个人给月川王。你说那个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可恶的大殿下？你说什么？吓到了吧？我说的可都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他见到月川王的时候人都吓傻了。不过我觉得月川王人倒是挺好的，还收了我当徒弟，所以我就顺势跟他说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大夫，可以帮他看诊。他就同意了，叫人带我来找你，请你进宫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说如今跟明若在月川王宫的人一定就是宗悫。等我一下，我们立刻马上出发去月川王宫。到了月川王宫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银月玲跟工人说了一句，先带着陆泱泱去了自己休息的地方。我暂时住在月川王的偏殿里，距离月川王很近。月川王宫太大了，我还不知道那个明若住在什么地方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奇奇怪怪的，有很多古怪的东西。我要是不在的话，你一个人可千万要小心，不要着了道。等我跟月川王禀告以后，就带你去见他。你帮我打听一下明若住在什么地方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问他。只要见到明若，就能见到宗悫了。没问题。银月玲让陆泱泱在这等着他，他跑去找工人打听起明若的住处。
圣女，从现在开始您不能出门了，还请您留在殿中等候。发生什么事啦？是长老们紧急召集王室议事，王也是要参加，非王室子弟都要回避，千万不能被发现在宫中走动，后果很严重的。银月灵目瞪口呆，但也只得回去把这件事告诉给陆泱泱。这月川王宫竟然有这么多规矩，你觉得月川王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他挺平和的，但是好像在月川王宫里没有人敢议论他，这里的工人都格外的乖顺，每天除了做事就跟透明人一样，根本不多说一句话。看来这月川王宫里还真是规矩多得很。算了，等等吧，也不知道他们要议论什么事。圣女，江管事有请。江管事？他不是把我送过来以后就走了吗？怎么突然过来找我？我去看看。哎，要我跟你一起去吗？你先在这等我，我去就回来。听闻苗疆圣女血脉天赋极为特别，如今又找到了启公子的后人，看来这便是古神的安排，便在祭神大典上为他们举办大婚仪式吧。大婚仪式？银月灵此刻真想掐自己一把，看自己是不是梦游了。这些人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银月灵瞪圆了眼睛，用力在自己舌尖上咬了一下，疼痛让他一瞬间清醒了许多。